就是尽力的把每一步事情做好，其实幸运就会降临在你身上。哇哦，我们叫了披萨，这个是什么口味 Chicken Parmesan garlic sauce. 是哪个牌子 Domino's. 外卖叫的披萨。那它离我们家很近吗5分钟就到了。我觉得超好吃的。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，我觉得我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Very lucky.，very lucky。我要来温哥华的当天，因为我爸灌输一个非常快的观念，他说你飞机要登机1个小时前到就好。一方面他是心疼我们要很早出门，所以他就觉得 it's okay， 你1个小时到，因为我们有快速的那个，我是6点半的飞机，我大概是5点到的，然后紧绷时间大概是5点20就一定要全部 check in。到了之后我就把护照给他，地勤就跟我说你是加拿大公民吗？我说不是，他说那你有办加拿大签证吗？然后我就傻眼，我真的傻眼，而且我现在就要搭飞机，我没有 visa 啊，他就说也不算真的是 visa， 是什么线上签证，因为我的飞机就要起飞了，但我没有 visa， 我没有签证，那我怎么飞加拿大？他说你现在马上线上申请，马上线上申请。我手那边抖，那边按输入我的名字、我的卡、我的身份证，然后还要线上刷卡什么的。我付完之后，他就寄了一封确认信给我，不是说确定你有 visa， 是确认你寄出这封信。一寄回来，我发现我的护照号码写错，我不是背错，我是按错，我想我浪费15分钟那边写，所以我剩下最后10分钟，就是他那个 gate 要关起来，我剩下10分钟要办 visa， 然后我就又再填一次我的 visa， 他们地勤还帮我多延了5分钟。这个 visa 快则可能3分钟就会拿到，慢则可能要3天，所以我就在赌，你知道吗？我在赌3分钟到3天，那我只有15分钟可以赌，因为他整个 gate 就要关起来。我其实已经抱持着没关系，我就重买一张单程的机票，可是单程机票超级贵，你知道单程机票多少钱吗？5万台币。重点是我就算买了机票，我也不知道我今天要不要留在机场，因为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到我的签证。坐在旁边，然后放空一下，然后跟一些朋友讲，6点半的飞机嘛，已经6点，我已经知道我的飞机已经要飞了，然后我就收到 visa， 走到柜台跟他说下一班飞机是什么时候，因为我就是等于说要再买一张飞机嘛，同个柜台，所以那个人就知道我是刚刚那个人，他就说你等一下，他就拿起电话，然后打给他们的地勤，就是在 gate 的在那个登机门的地勤，就说现在这个人他来得及上机吗？结果那个人说来得及，所以他们全部人在等我，因为那个飞机比较慢一点点落地，所以他们有一点点缓冲时间。你知道我本来是抱着已经不可能上那架飞机，结果我就突然间可以上那架飞机，而且6点半的飞机，那时候已经6点10几分，因为前后拖拖拉拉，然后电话确认怎么样，已经6点10几分，我还在外面，我还没有入海关，超扯。因为我是转机，所以他只帮我划了第1段机票的位置，第2段机票他说直接到北京再划，我说好，因为很赶，我的大行李就拖远，我就拉着我的小行李直接奔进去，他们还派了一个空服员帮我开路，所以超好，他们真的人超好，我真的超幸福的。然后过 X 光机的时候，我真的太赶，我把我包包，我的包包是斜的，然后有链子，我就只能这样放，包包过不了。然后我后面排了一大堆空服员跟机师，超不耐烦，因为看到我的包包卡在那边，发现我的包包整个链子卷到 X 光机的里面，他们也不准我走，我说我包包不要了，因为我赶不上飞机，这个修好之后你才能走，因为他们叫我赔那个机器，整架飞机在等我，然后我还要在那边弄那个包包，可是我其实超爱那个包包的，硬扯那个包包，然后整个断掉，他们用工具整个撬开来，然后我一拿到包包我就冲到机场，冲到那个登机门，上飞机我还是觉得不可思议。反正到了北京之后呢，我又到那个柜台跟他说我要第2段机票，结果他就说哦，我们的飞机已经满了，你要住1天，明天才能去温哥华。我没有觉得天哪怎么样，我就觉得算了，我就是注定明天才能到温哥华，我能赶上前1班飞机，我已经很幸运了。结果这个男生他又转过去跟他朋友说，不跟他朋友，跟他隔壁的地勤说，这2个位置锁住了，可以打开吗？然后我想说什么意思？所以还有机会吗？他说那你再稍等一下。990来的旅客997没有座了，不能解围锁，1个座都没有了。您看有一 C 锁公务舱的能腾个座，经理公务舱好像一 C 锁。我真的超紧张，里面那个人要开位置，他马上确认那个位置，我才能有位置，要不然也会被人家抢走。就这样，他一开，然后他确认，我又马上抢到了1个位置，超幸运。反正我觉得，我要跟大家讲的是，其实很多像我很急嘛，或者是觉得很紧张、很难过，或者是很着急，或者我在写那些 visa 或者是要过海关等等之类的，我觉得。越急的情况下越不能急，你越要稳住，你一定要稳住。你知道你没法想象我有多稳，我超级稳的，我超级就是
好，现在要做什么？好，一步一步来。如果你一慌，用那个情绪说哦怎么样怎么样，不知道怎么办，然后怎么样，你反而会浪费非常多关键的时刻。所以越在越关键时刻，越要稳住，越要 keep your emotion in check。反正就这样。我到了 Vancouver 机场，我还觉得天哪，我为什么在这边？觉得一切不可思议，就是尽力的把每一步事情做好，其实幸运就会降临在你身上。我来这边的隔一天早上，我背了一个小包包，走一走，在我们家门口就断掉，你知道吗？我那个小的 Louis Vuitton 那个断掉，断掉，为什么？不知道，它是自己断掉。1个小时出门，但我怕，车子太慢，所以我觉得我的 bad luck 就在这边，可是我的 good luck 就是这么多 good luck。因为我很相信，比如说那么项链断掉或是包包断掉，是因为他在帮你挡你的 bad luck， 你相信吗？不相信。所以包包断掉，我也没有到，我也不会说很难过怎么样，我会觉得谢谢这个包包。Thank you for your life. Thank you for the good times. 以上呢就是我的简单的分享，而且我真的觉得是很幸运的人，一定要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。我就学起教训，因为你知道加拿大要签证这件事情是去年秋天才开始的。那我来加拿大这么多次，我就觉得天哪，什么时候要签证呢？汲取教训说，其实很多事情你原本胸有成竹的事情，你还是要有一些准备，你还是要去 check 说，这个国家有没有签证，这个国家需要什么，或者是一些细节部分。因为我其实是比较一个神经大条，事前我觉得顺其自然的人，所以也是一个我自己的教训。以上呢就是我简单的分享，希望你们喜欢这影片，拜拜。啊？几点要出发你11点飞机啊 ？Yep， 你最好是10点到那边了。9点出发。好，现在几点？7点。还早2个小时。OK。我等一下去芝加哥。我这次要去芝加哥，我就马上去check我的美国签证有没有办好。